宇浩居然面对带滑冰和乌峰的联手，选择了转头就跑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别急，让我们一起来深入剖析这场紧张激烈的战斗。进入史莱克外院的核心弟子们都意识到，这一次的大乱斗选拔赛不同寻常。为了选拔出新一届的史莱克七怪，学院决定采取毫无规则的方式，即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攻击，自由选择盟友，这让整个比赛变得混乱而激烈，充满了未知数。在这场混乱的较量中，霍雨浩早早的遭遇了强大对手带滑冰和乌峰的联手，这两位曾被霍雨浩击败，从而积下深仇的对手，此刻正准备向霍雨浩发动猛烈的攻击。这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：霍雨浩真的无法单挑这两位顶级对手吗？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场选拔赛并非简单的混战，而是为了选拔最强大的史莱克七怪，他们将代表学院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精英大赛。因此，整个学院的高层都高度重视这次比赛，包括几位院长以及9、8级的饕餮斗罗玄老都亲自到场主持比赛。为了让选拔赛更具挑战性，学院毅然决定取消一切规则，这使得每一位学员都面临巨大的挑战，因为不仅需要在战斗中保持自身安全，还需要灵活应对可能随时改变的局势。没有规则的自由战斗为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。比赛的过程中，不仅需要面对各种突发状况，还要在不断缩小的迷宫内寻找盟友，因为只有团队合作才能在混战中生存下来。这使得整个比赛过程变得更加考验选手的智谋和反应速度。而霍雨浩在迷宫中遭遇到就地带滑冰和乌峰的联手围攻，形势变得更加险峻。但是霍雨浩并没有选择硬刚，而是选择了聪明的撤退。这一选择背后实则蕴含着深思熟虑。霍雨浩深知在这场比赛中，单打独斗并不是明智之举，毕竟对手可不是寻常之辈，带滑冰和乌峰分别拥有着强大的实力，更何况是两人联手。霍雨浩对自己的实力了然于心，明白硬抗的结果可能是不堪重负。而在退避的背后，霍雨浩并非软弱，而是保持了理智。他深知自己需要保持体力和魂力，为最后的团队战役做好准备。这场战斗并不仅仅是个人英勇斗智斗勇，更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一部分。换个角度看，这次的撤退也是对整个局势的巧妙运用。霍雨浩知道，最后的胜利不是由个别英雄决定，而是整个团队的努力。留下足够的体力，和王东、潇潇、大师兄等人联手，才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占据主动。有人或许会质疑霍雨浩的选择，认为他本有机会击败带滑冰和乌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霍雨浩是武魂与魂导器的双修者，他的实力不仅体现在武魂技上，还包括了丰富的魂导器运用和唐门暗器的精通，这让他在困境中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手段化解危机。更让人期待的是，霍雨浩融合了冰地武魂，为自己带来了4个强大的超级魂技，这让他在魂技方面甚至超过了带滑冰和乌峰的总和。加上零零某武魂，他总共掌握了9个魂技，而对手的6个显得相形见绌。冰地武魂极致之冰让人瞩目，能够压制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，这意味着面对火属性的乌峰，霍雨浩有着天然的克制优势。乌峰的攻击可能会被霍雨浩的冰所限制，为霍雨浩争取到更多的反击机会。更进一步，霍雨浩的灵某武魂是一项非常强大的辅助能力，通过模拟，他能够临时掌握其他武魂的技能。曾经的一次模拟魂技就足以让史莱克斗兽场的强者们闻风丧胆，这样的能力在关键时刻将会是整场比赛的制胜法宝。所以霍雨浩的撤退并非是因为无法与对手抗衡，而是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精明选择。他深谙团队合作的重要性，也知晓体力和魂力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将扮演关键角色。毕竟最后的胜利者不是单打独斗的英雄，而是整个队伍的默契协作。而在比赛的最终阶段，霍雨浩与王东大师兄等强者联手，必将是一场火花四溅的超大型团战。他们将面对带滑冰、乌峰等顶尖选手，也许还有其他实力强大的对手。这场战斗将不仅是一场实力的较量，更是团队协作和默契的检验。终究，这个选拔赛旨在诞生新一届的史莱克七怪，他们将代表学院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精英大赛。在这场大乱斗选拔赛中，霍雨浩的选择不仅是对自己实力的明智把握，更是对整个团队取胜的精明谋略。他的撤退并非软弱，而是为了在最终决战中保持最佳状态。接下来七怪齐聚，7对12的大混战要上演了，真是期待啊！你们觉得呢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八卦，千万别忘了给小红点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